考克斯一看来电，竟是自己的父亲雷蒙。这几年来，雷蒙已经很少亲自过问情报局的事情了。他的子女众多，很少会亲自打电话来。就算是要联系考克斯，一般也都是交由助手来转达。所以，在看到了这个电话之后，考克斯才会如此震惊。考克斯少爷，局长很生气。一道声音响起来，却并不是雷蒙，而是跟了雷蒙10年的特别助理。但这次，特助能用雷蒙的手机直接打电话来，无疑说明问题非常严重了。考克斯愣了愣，发生什么了？我爸他生什么气啊？你绑架了华夏特工，此事已经被暗影天王捅到黑暗世界的论坛上了。这位特助的语气颇为严肃地说道：局长要求你立即处理好这件事情。考克斯丝毫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冷笑了2声。影子还好意思捅到论坛上，这家伙骗了我们的钱，我绑了他的人，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咱们可是黑暗世界啊，我的手段已经很柔和了。特助在那边叹了一声，说道：就在刚才，暗影天王的账号亲自发帖，把你和他的通话录音放上去了。什么？考克斯的眉头狠狠皱着。这家伙这么阴险，跟我打电话，居然还偷偷录音。特助随后加重了语气，道：现在，所有人都知道雷蒙情报局损失了27亿美金，所有人都知道考克斯少爷要暗影天王的女人陪着睡1个月的觉，这对于我们情报局的形象是一次史无前例的重创。局长大人已经把家里所有的花瓶都砸碎了。考克斯冷笑了2声，反问道：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怎么，我爸他难道还认为我做错了？本来黑暗世界并不知道我们被入侵了系统，更不知道我们被转走了27亿美金。在暗影与博洋一战过后，情报局的形象和认可度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提升，业务量暴涨。可现在已经有很多人通过电话录音猜到，上次的云连山直播可能并非是出自情报局调查官之手。考克斯忍不住地骂了一句：混蛋，我哪能想得到这么多？那可是27亿美金，怎么可能说不要就不要了？钱没了还能再赚，可要是名声被毁了，就很难扭转回来了。特助继续说道：在那27亿被转走之后，局长大人并未下达不惜代价追回这笔钱的命令，就是出于这种考量。他没想到考克斯少爷居然如此莽撞。考克斯咬了咬牙，事到如今，这笔钱总不能直接不要了吧？特助稍稍压低了声音说道：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避免后患无穷。说完，他便直接挂断了电话。考克斯握着手机愣了愣，随后看向坐在自己旁边的中年男人。卡西尔，特助说要一劳永逸，这是什么意思？坐在他旁边的男人穿着黑色的休闲装，看起来40岁左右，棕色的头发，鹰钩鼻子的弧度很夸张，眼窝深陷，双眼狭长，这种长相简直把狡猾写在了脸上。这就是雷蒙情报局的 A 级调查官卡希尔，行事主动，风格犀利，这些年成绩极为出色，极有可能在今年晋升 S 级。这一次就是他找到了邓宏宇的消息。而在成为调查官之前，卡希尔曾经担任过雷蒙情报局的安保部长，身手极强。整个调查局除了雷蒙身边的那2个保镖之外，表面上已经没人能打得过卡希尔了。一劳永逸，就是直接干掉这个暗影天王。卡希尔抚摸着自己的鹰钩鼻子，沉声说道：只有杀了他，我们才能一步步地扭转所有不利局面。这位调查官一直站对考克斯，相当于这位大少爷身边的智囊。
考克斯沉着脸说道：我本来没想杀了影子，但现在……说着，他走到了那个被吊起来的老人面前，伸出手来，一巴掌抽在了他的脸上。这就是邓宏宇，曾经的特工苍宇。他其实只有50多岁，但看起来已经60多了，头发已经全白，骨瘦如柴，脸上全是皱纹，肤色也是明显的暗沉。毕竟这被囚禁加逃亡的10年，让他的身体早已元气大伤，不可逆转。刚刚那一耳光把邓宏宇的脑袋打得猛然歪向了一边，嘴角立刻溢出了鲜血。你就是最好的诱饵，呵呵。考克斯揪着邓宏宇的衣领道：我会利用你，杀死苏无忌。听到这个名字，邓宏宇睁开了眼睛，这眼光并不浑浊，相反还有些锐利与嘲讽。他吐出了一口血唾沫，含混不清地说道：想用我来猎杀苏家小子，你注定不可能成功的，呵呵。我就喜欢嘴硬的人。随后考克斯拿起鞭子往邓宏宇的身上狠狠地抽了好几下，啪啪作响。这每一下都让邓宏宇皮开肉绽，他那虚弱的身体已经控制不住地狠狠颤抖了。考克斯扭头看向了那个姓中村的东洋男人：中村部长，这里是你们领风组的精锐训练基地，不会被暗影天王找过来吧？中村摸了摸手边的武士长刀，笑道：就算是找过来又如何？这里集中了我领风组的所有精锐，如果苏无忌要来，我求之不得。上一次领风组的上百名精锐在华夏有去无回，苏无忌已经成为了领风组必杀名单上排名前列的人物了。考克斯冷冷一笑，眼睛里泛起了残忍的意味。正好，我这次也带来了不少高手，直接趁机拿下暗影，也让我爸爸好好看看。和尤利亚那个蠢货相比，只有我才更适合继承情报局。那位调查官卡希尔开口说道：既然如此，我们就把这个基地织出一张天罗地网，然后联系影子，等着他主动钻进来。好。考克斯振奋地攥了攥拳头。而这时候他的手机再度响了起来，一看来电，居然又是自己老爸的号码。考克斯对那个地位堪比副局长的特别助理没什么好印象，接通之后立刻说道：听我说，你现在最好把嘴巴给我闭上，什么都不要讲，我会给你们一个惊喜。然后，考克斯。一道颇为威严的声音从手机中传来，考克斯忍不住地打了个哆嗦。他说道：爸爸，这次怎么是你？雷蒙的语气非常凝重。亚当斯就在东洋，现在已经去找你了，立刻把那个华夏特工交给他。亚当斯正是雷蒙身边的2大高手保镖之一，据说其真正实力相当可怕，可能只比杜卡罗总教官博扬稍差一线。杜卡罗组织曾经开出超高薪，想要把他挖过去，但是却没能成功。这个亚当斯平日里从来不离开雷蒙左右，这次却被派到了东洋。显然，这次事情的严重程度超出想象。爸爸，为什么？考克斯说道：我本来想用此人引出暗影天王，然后把他干掉，还得拿回那27亿呢。这个华夏特工身上牵扯着重大秘密，最重要的是，你根本不是影子的对手，明白吗，蠢货？雷蒙说完，直接挂断了电话。眼看胜利就在眼前，考克斯的心里满是不甘。可这时候，调查官卡希尔却说道：这个人质在不在手上，都不影响我们把暗影天王吸引到这边来的。考克斯一拍大腿：明白了，我现在
就给苏无忌打电话。然而他的手机才刚刚掏出来，外面忽然响起了枪声。砰！金傲丽的手指扣下了手枪扳机，一个距离他只有10米的东洋武士当即被打爆了脑袋。这个基地的防御狙击位严密。就在刚才，苏无忌3人组再次遇到了巡逻队盘查，于是直接选择了动手。这支巡逻队有10个人，并且武力值和警惕性都很高，想要瞬间无声无息地消灭他们几乎不可能。一旦动手，就肯定会引发动静。此刻岳冰凌已经率先冲到了2名武士的身前，手中的匕首架开长刀，随后干脆利落地划开了1名武士的脖子。而他紧接着一个转身，左手格挡开另1名武士的重拳，右手一挥，匕首直接扎进了后者的太阳穴。哪怕从部队转业去了调查局，岳冰凌对自己的训练也从来没落下。苏无忌更是直接抽出了身上的紫色软剑，他一直背靠着岳冰凌，紫色剑芒凌厉之极，凡是冲上来的武士触之必死。刚刚开打1分钟，10几个人东洋武士就已经死在了这3人组的攻击之下。而这时候，从周围的和风建筑里跑出了大批的武士，个个手持长刀。密集的枪声已经在各个建筑后面响起，子弹在园林间穿梭，岳冰凌甚至能够感觉到弹痕从耳畔擦过的灼热。显然领风组的这个基地防备极其严密。苏无忌说道：冰凌啊，我吸引火力，你去找人。说着他腾身而起，剑芒如奔雷闪电，犹如掀起了一阵紫光风暴。这风暴猛烈霸道，直接朝着最中央的主建筑席卷而去，简直像是绞肉机一般，所过之处血光飞溅，惨叫连连。听着外面的枪声与惨叫声，考克斯的面色已然变了。他把窗帘撩开了一条缝，看着远处的紫色剑光，心中一沉。糟了，中了暗影的计了，他明明就在附近，真是该死啊！调查官卡希尔立刻改变了主意，喊道：撤退，带着人质立刻离开这儿。其实算起来，从考克斯给苏无忌打完了电话，直到现在也顶多过去了10来分钟而已。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苏无忌居然还能腾出空来把录音放到了黑暗世界的论坛上，使得雷蒙情报局声望大损，同时还亲身杀到了这基地里解救人质，搅得领风组大乱。东西方双管齐下，这一系列的操作横跨2大洲，简直太夸张了。考克斯听了这撤离的提议，眼神凶狠。为什么要撤？撤退就代表我怕了他。调查官卡希尔沉声说道：考克斯少爷，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我们这次面对的可是极为擅长布局的暗影天王。他现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强攻，可我根本猜不透他接下来还有什么后招。考克斯憋屈之极，他快步走到了邓宏宇的面前，重重一拳砸在了对方的胸口。后者又吐了一口血，但眼神里却仍旧透出嘲讽之意，笑道：看着你们被苏家小子溜着玩，真是让人开心啊！我已经不记得我有多久没这么好的心情了，哈哈哈。看着邓宏宇的样子，考克斯快要气炸了，他直接掏出了腰间的军刀，就要捅向对方。卡希尔连忙将他拦下：他就是在故意激怒你，不要冲动。如果他死了，我们就没有筹码了。此时那个名叫中村野树的领风组高层已经站起来指挥道：通知各个战斗组全力围剿入侵者，不留活口。
他随后走到了考克斯的面前，说道：考克斯先生，请相信我们的实力，这个基地是铜墙铁壁，你们根本没有任何撤离的必要。考克斯说道：希望如此，那就让我好好看看你们这东洋第一黑帮的实力。黑帮的实力。卡希尔仍旧很坚持。不，考克斯少爷，我们必须要撤离。万一暗影天王还能打出其他的牌来，我们就会非常被动了。考克斯一把揪住了卡希尔的衣领，颇为凶狠地说道：我是雷蒙的儿子，需要你来给我下命令。我如果这时候逃跑了，那么继承权就彻底和我无缘了。卡希尔不得不改变主意，立刻后退一步，低头说道：对不起，少爷，一切听您的安排。此时速无忌已经吸引了绝大部分的火力，岳冰凌连续翻滚，趁机闪身进入了阴影处，暂时从那些武士们的眼中消失了。他目前还穿着东洋武士的衣服，这庄园的面积那么大，天色又很黑，只要岳冰凌始终不出手，领风族很难便把岳冰凌找出来。金奥利用手枪放倒了几名武士，随后对着通讯器喊道：狙击组开始射击，强攻组突进来，替我分担压力。他手底下的45人在得到命令后立刻开始了远程攻击。领风组的那些枪手们顿时被金奥利这边的火力打得哑火了。岳冰凌趁此机会又迅速突进了上百米，而就在这时候，一道迅猛的劲风陡然从侧面出现。岳冰凌觉察到危险，根本没转身，而是扑向了一侧，看也不看，手中的匕首便甩向了劲风袭来的方向。这一手躲避反攻确实是相当漂亮。吭，一道金铁交鸣之声响起，岳冰凌甩出来的匕首被对方精准打飞，而后者的长刀已经再度举起，朝着岳冰凌所在之处狠狠地劈了过来。砰砰砰，岳格格落地之后一个翻滚，没等起身，手中的突击步枪便已经陡然开火。这种翻滚射击间，3枪居然全部命中，对面这个身手不错的武士直接栽倒在地。枪声吸引了其他武士的注意力，很快便有人朝着这边冲了过来。岳冰凌翻身进入草丛，迅速贴到了那栋和风主建筑的墙边。他透过窗帘的缝隙，赫然看到了一个浑身都是血痕的身影，眸光顿时狠狠一颤。即便已经10几年不见了，即便对方的模样和身材都已经开始老去，但岳冰凌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就是邓红宇。但哪怕岳冰凌此刻的情绪在喷涌，但头脑仍旧非常清晰，立刻对着通讯器说道：苍宇就在主建筑里，受伤很重，这建筑内部防御非常严密。哪怕只是从窗帘缝隙扫了一眼，岳冰凌也看到了大厅里站着20几个人，其中一半是东洋武士，一半是西方白人，个个精悍，显然是精锐中的精锐。仅仅靠岳冰凌一个人是绝对没法把苍宇从这样的严密防御中救出去的。他抬起枪，隔着玻璃窗对着窗帘的缝隙直接扣动了扳机，子弹穿透了钢化玻璃，当场射杀了2名武士。大厅中立刻一片大乱，卡希尔直接把考克斯压在了地上，岳冰凌一枪托砸碎了满是裂纹的钢化玻璃，往大厅里扔了3个烟幕弹。这是非常典型的攻击战术。做完了这个动作之后，岳冰凌立刻下蹲，好几发子弹从窗户里射出来，如果刚刚岳冰凌的动作慢上半秒，此刻就已经被打爆了脑袋了。他迅速迂回到了另外一个窗户下面，
腾身而起，踩住窗台，那纤细柔韧的腰腹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直接荡上了2楼栏杆。在他刚刚腾起的时候，便有2道刀芒袭来，狠狠斩在了他刚刚站立的窗户边，窗户玻璃直接被斩得爆碎。岳冰凌站在2楼边缘，单手抓着栏杆，另一只手握着突击步枪，枪口斜斜向下，扳机已然扣下。这个姿势实在是飒爽无比。砰砰砰，连续3枪，3名腾空而起的武士瞬间便被命中了胸口，重重摔落在地。而这时候，岳冰凌的心中陡然涌出了强烈的危险感。他一扭头，1道刀芒已经猛然间从侧面劈了过来。岳冰凌站在栏杆边缘，根本来不及躲闪，仓促之间只能举起突击步枪，硬抗了这一刀。吭，刀锋结结实实地劈在枪身上，激起了一道火花。光从这一刀的速度和力道来看，这个武士起码是中级水准了。岳冰凌虽然挡下了这一刀，但却被震得手臂发麻，而对方已经狠狠一脚踹在了他的身上。岳冰凌的肩膀受创，直接被踹得从栏杆边缘摔了下去。然而在身子还没落地的时候，他就已经忍着肩膀疼痛，调整好了持枪姿势，看也不看，直接对着上方连续开枪。砰砰，接连2道身体落地的声音响起，正是岳冰凌和那名武士。下面就是花园草坪，岳冰凌摔落之后立刻翻滚起身，而刚刚袭杀他的那名武士此刻却仰面躺在地上，胸口和脖颈上各有1个弹孔，正在汩汩流血。显然他已经永远站不起来了。不过这边的枪声也已经把岳冰凌彻底暴露了。短短1分钟内，起码有20几名武士已经把这一片区域围住了，甚至考克斯的几个手下也已经从房间里冲出，枪口对准了岳冰凌的脑袋。虽然岳格格今天的近战表现无懈可击，可是在巨大的人数差距面前，他几乎不可能触碰到胜利的边缘。中村野树是这一片基地的总负责人，他已经下达了必杀令。此刻的岳冰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之中，他就算能躲得过领风族武士的长刀，也不可能躲得过那些情报局成员们的子弹。可饶是如此，岳冰凌的表情上仍旧没有半分惊惧恐慌，他毫不停留的一扣扳机，居然抢先射击了。子弹当即打爆了一个西方白人的脑袋。就在岳冰凌孤立无援的时候，耀眼的紫色剑芒忽然从天而降，宛若一道球形闪电，直接狠狠砸在了包围的人群之中。苏无忌已经踏着鲜血和碎肉，硬生生地杀过来了。那些本来准备对岳冰凌开枪的情报局成员们，还没来得及扣下扳机，便瞬间被剑芒绞杀，残肢断臂，已然飞起。这些人甚至看不清楚苏无忌的攻击招式，连任何一个防御的动作都做不出来，便已经身首异处。那杀气四溢的紫色风暴几乎无人能敌。哪怕身处于无穷的危险之中，此刻岳冰凌也不禁觉得这紫光让人目眩神迷。紧接着，岳冰凌感觉到自己的腰被搂住了，下一秒便是离地而起，仿若腾云驾雾般直接落到了这幢主建筑的顶端了。而下方那些武士们明显懵逼了一下，显然苏无忌所展现出来的超强战斗力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杀上去！在短暂的愣神过后，那些武士们已经准备腾身追上。可这时候，一道迅捷的身影仿若瞬移一般，
忽然出现在了场间。他的长刀上下翻飞，当芒所过之处，皆是无情地收割着生命。钟崎奈美来了，他依靠着无双身法，一个人便完全拖住了这一大群领风族武士。此时，由于那3枚烟幕弹的缘故，这幢建筑里的人正在迅速向外面撤离。考克斯亲手揪着邓红宇，恶狠狠地说道：老东西，今天我会让你眼睁睁地看到苏无忌死在你面前。说话间，这家伙还高高举起左臂，想要再往邓红宇的脸上打上一拳。可是这时候，一道紫色闪电仿若凭空出现，瞬间追过上百米的距离，直接朝着他的后心射来。这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当考克斯觉察到背后突然出现了凛冽杀意的时候，已经晚了。而一旁的调查官卡希尔突然出手，手中的长刀精准挥出，及时地斩在了那一道紫色闪电之上。吭！紫芒被劈中，本来绷直的剑身猛然一弹，然而长剑却未被劈飞，只是稍稍改变了前行的方向。唰！紫光闪过，考克斯的惨叫已然响起。他那高举的左手本来正准备挥拳打人，可紫色剑芒直接从他的手腕穿过，鲜血喷涌而出。考克斯的左手齐腕而断。此刻考克斯的痛吼惊天动地，传遍了整个基地。他的左手掉在了地上，失去了身体的维系，已经无法再维持握拳的姿势了。如果不是苏无忌的这一剑，他刚刚的这一记重拳肯定已经砸在了邓红宇的脸上了。以考克斯的武学水平，根本无法理解苏无忌的长剑居然能在掷出上百米的距离之后，还能保持强悍的杀伤力。混蛋，好疼，好疼啊！考克斯吼着，五官都已经拧在了一起。少爷，把手带着，回去可以接上。调查官卡希尔将那血淋淋的断手捡起来，直接塞进了考克斯的怀里。他随后对情报局的手下说道：立刻护送少爷离离开，这里交给我。考克斯已然彻底失去了理智，他挥舞着没有手掌的左臂，面目狰狞地大喊道：杀了影子，现在给我杀了他！而那一道紫色软剑在切掉考克斯的左手之后，便射进了茫茫夜色之中。看这轨迹，应该是落在了上百米之外。此时领风组和情报局所有的子弹都往那主建筑顶端倾泻而去，然而苏无忌和岳冰凌的身影却已经不在那里了。此刻岳冰凌被苏无忌单手揽着腰迂回了一大圈，出现在了位于考克斯斜侧面80米左右的一幢建筑后面。金奥利已经提前等在这里了，他的手里正握着那把射进夜色里的紫色软剑。天王大人，金奥利抬起手来，将这把剑交给苏无忌，他的眼睛里映着紫芒，亮晶晶地闪着光。刚刚那纵跨100米的惊艳一剑，着实是把他给震撼到了。做着不错啊。苏无忌看了看两个女人，没受伤的。我还好。金奥利说道。岳冰凌点点头，随后立刻端起突击步枪，枪口对着敌人最有可能突进来的角度。大人，我的人已经攻进来了。金奥利说道。虽然人数少了点，但起码能拖住领风组，搅乱他们的防御。由于这一片基地的面积确实太大了，此时苏无忌和二女站在这建筑物的后面，居然暂时没人把他们找出来。苏无忌看了看金奥利的俏脸，说道：谢谢。显然面对这场人数
处于极大劣势的战斗。这45个人里，最后能活下来的，可能也就是个位数了。他们要带着苍羽离开。岳冰凌的目光透过瞄准镜，已然变得无比凛冽。我去阻止他们。话音落下，他已经迅速地冲了出去。苏无忌见状，左手抓住了金奥利的胳膊，右手一把扣住了他的大腿根儿，直接一拖一扔，喊道：你去掩护他，谢了。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便已经被苏无忌丢出去了。人在半空中，金奥利满脸都是问号，心中全是卧槽。大哥，为了保护你女人，你把我就这么华丽丽的扔了，你不怕我被直接摔死吗？还有，你扔就扔吧，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碰到了我哪里？关键地方都被你扯疼了好不好？金奥利被苏无忌扔出了20几米，越过了岳冰凌，随后人在空中完成了一个漂亮转身，轻巧落地。在落地的那一刻，他赫然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已经离开了考克斯的身边，身形腾起，直接冲向苏无忌的方向。这正是那位 A 级调查官卡希尔。他看到了金奥利被丢出来的位置，便立刻启动了。此人的实力确实相当强悍，身形宛若奔雷，几个起跃间便跨越了上百米的距离。在距离苏无忌还有10几米的时候，手中的长刀已然劈了出去。在那一片区域，凛冽的紫芒已经和刀光交织在了一起。金奥利收回心神，从领风族武士的尸体上捡起了一把突击步枪，一边追向考克斯，一边开枪掩护岳冰凌。卡希尔的身手确实不是虚名，他的攻击力极为强悍，并且出招如同性格一般，十分狡猾。交手之后，竟是刀刀直逼苏无忌的要害。不过那把气质阴柔的紫色软剑放在苏无忌的手中，竟是被他用得大开大合，每一招都是在跟卡希尔硬碰硬，劲气四下激射。两人所过之处，周遭尘土飞扬，草木碎屑飘满了半空。卡希尔知道苏无忌不好对付，可是亲自动过手之后，才对此有更深的体会。对方此刻所展现出来的超强剑法，让他在短时间内完全找不到突破口。不过直到现在，卡希尔依旧不相信苏无忌能够单枪匹马地战胜博洋。不仅是他，这甚至是整个雷蒙情报局的共识。毕竟当时论坛里的文字直播仅仅是暗影那边的一家之言，和博洋交战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旁人根本无法得知。卡希尔曾经与博洋切磋过，领略过对方的超级重拳，知道那威力到底是怎么样的。别看苏无忌现在剑招猛烈，可博洋只要几拳轰出去，就能把他的剑势全部轰散了。现在卡希尔觉得，就算自己在短时间内找不到办法来迅速解决苏无忌，可只要等亚当斯来了，这个暗影天王必死无疑。轰！巨大的金铁交鸣之声响起，卡希尔的长刀与紫色软剑狠狠碰撞，他被这强悍的力量震得连连后退，虎口的皮肤当场崩裂，鲜血流到了刀柄之上，这让握刀的掌心都已经变得黏滑。卡希尔浑身气血翻涌，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长刀，刀锋居然被那把绷直了的紫剑劈出了好几个豁口。影子，你这简直是自掘坟墓！现在整个情报局都知道，游侠神殿的暗影天王就是皇后酒吧的苏无忌，你余生的每一天都将不得安宁。卡希尔低吼道。苏无忌声音冷淡地说道：放了邓红宇，你们所有人都能活着离开，不然都得死在这里。
他这句话不仅是对卡希尔所说的，声音听起来不算大，但是却清楚地传进了在场每个人的耳朵里。当然，也包括了正在撤离的考克斯。他听了之后，似乎受了极大的刺激，大吼道：凭什么暗影？你凭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要杀了你！砰！枪声响起，一名在队尾警戒的情报局成员，竟是直接被凌空而来的子弹打爆了脑袋。是岳冰凌出手了。他自从刚刚追出来之后，短短不到2分钟的时间，便已经收割了5条人命了。今天岳处长的单兵战斗力得到了最极致的表现。听到了苏无忌的话，卡希尔差点被气笑了。他说道：暗影天王，你就带了这几个人，还以为我们所有人的性命都被你掌握了？你凭什么来威胁我们？就凭这个？苏无忌说着往前跨了一步，大臂扬起，他手中的紫色长剑光芒大盛，似乎在凝聚着月亮的光华，妖异而敌动人。不知道为什么，光是看着他的这个动作，就让卡希尔的内心之中涌出了强烈的危险感。这位调查官立刻选择了主动出击。他猛然迈步向前，浑身力量鼓动，长刀狠狠斩向了苏无忌。这一刻，苏无忌的大臂一挥而下，那强烈的紫芒瞬间将卡希尔笼罩。吭！一道更加清晰响亮的金铁交鸣之声响起。卡希尔惊恐地发现自己的长刀居然被直接劈断了，而那紫色长剑则是当头落下。卡希尔要是不躲开的话，估计脑袋就要被当场劈成2半了。在长刀刚刚断开的那一刻，他的身体猛然后仰，这是一个完全突破人体极限的躲避动作，甚至卡希尔那后仰的姿势都已经在空气中带出了残影。唰！眨眼之间，紫色剑芒便充斥了卡希尔的眼睛。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的面部和胸腹皆是爆发出了强烈的痛感。这位身手强悍的优秀调查官顾不得查看自己到底受了什么伤，身形继续向着后方爆射。他的长刀都被劈断了，不得不选择退走。而且卡希尔本能地感觉到，在刚刚的战斗之中，苏无忌并没有尽全力，自己犯不着在这里就把性命给搭上。在拉开了上百米的距离，确定苏无忌没有追过来之后，卡希尔才稍稍停下了脚步。他感觉到面部很疼，顺手抹了一把，却沾了一手的血。原来刚刚他虽然施展出了极限躲避动作，可苏无忌的紫色剑锋还是从额头一路劈到了下巴。头骨虽然没有受伤，可是脑门的皮肤却已经被划开，鼻头都被切出了个深深的口子，至于上下嘴唇更是被纵向切成了4瓣，比兔唇还多1瓣。而他的胸肌和腹肌也难以幸免，也是被全部一刀划开。虽然躲避及时，这都是皮外伤，并未伤及骨骼，可是这样的伤势还是极大的影响到了卡希尔的力量爆发，战斗力大大受损。自己但凡躲得稍稍慢一点，就已经被竖着劈成2截了。这让他的心里面满是后怕，已经全无战意了。卡希尔忍着疼，脑子高速转动，已经开始盘算着该怎么带着考克斯顺利从东洋撤退了。之前还想弄死暗影天王，现在看来简直全都是笑话。对方比想象中更强，哪怕只有1个人就能单挑整个领风组的基地。然而这时候一道嘶吼声传来：影子，这老家伙在我的手里，
现在用你的命来换。这是考克斯的声音。听了这声音，卡希尔的心骤然一凉。他本以为考克斯少爷已经趁机撤远了，可听这声音，距离自己就几十米。果然，在不远处的一处平台之上，考克斯正用他仅剩的那只手握着一把枪，顶在那个华夏老特工的脑袋上。见此，卡希尔的身形一晃，气得差点栽倒，忍不住的大骂道：这个蠢货，这是愚蠢至极的选择。卡希尔满脸是血地冲了回来。考克斯此刻的行为比他被划上这一刀更要命。暗影天王的战斗力超出想象，之前情报局关于他战力的判断完全失准，以至于他们现在必须临时改变战术了。考克斯少爷，这里是东洋，不是阿尔卑斯山。雷蒙情报局在这个岛国的能量实在太微弱，如果再不撤，咱们就走不了了。卡希尔喊道：你给我闭嘴！我需要你来教我怎么做吗？考克斯面色狰狞地吼道：我的一只手都没有了，我要报仇，要报仇！他用枪口狠狠顶着邓宏宇的太阳穴。影子，给你10秒钟，如果不出来，我立刻打死他。苏无忌并没有立刻出现在众人的视野里，但是声音却已经传了过来：考克斯，你冷静，我来了。他并没有说出任何话来激将对方，更没有强压和威胁，否则的话，以现在考克斯的精神状态，说不定真的要干出一些疯狂的事情来。我说话算数时，就罢。考克斯咬着牙，已经开始了倒计时。而这时候，卡希尔在一旁着急地说道：少爷，不能真的把人质打死，不然我们就失去了筹码了。我说过，不用你来教我怎么做，你只是个调查官，摆正你自己的位置。考克斯吼着。不过他即便愤怒，却也知道卡希尔说的没错，继续喊道：10秒钟已经到了，影子，你还没出来，我先剁掉他一只手。随后，旁边情报局的手下已经把长刀高高举起来了。而这时候，这片基地的负责人中村野树也在旁边，他嘲讽地喊道：苏无忌，你就只敢躲在暗中，眼睁睁地看着你们这个华夏特工被乱刀砍死。说着，他已经亲自拔出刀来，刀锋就悬在邓宏宇膝盖的上方。见此情景，邓宏宇呵呵一笑，眼睛里满是轻蔑，看不到丝毫害怕。住手！这是苏无忌和岳冰凌同时发出的喊声。岳冰凌率先从树后站了出来，他满脸清冷，目光坚定，说道：我来替他做人质。此时岳格格所处的位置距离那片平台不过30米左右，金奥利此刻和岳冰凌之间起码也有20米，就算是想拉住对方也根本来不及了。他深吸了一口气，立刻看向了苏无忌的方向。苏无忌其实早就已经站出来了，只是此刻正站在一座和风建筑的屋檐上，他的面庞正处在月光照不到的阴影中，完全看不清楚究竟是什么表情。而在苏无忌前方的一幢建筑顶端，还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身影，正死死地盯着他，似乎随时都准备扑上去，好似山林间择人而噬的凶狠野兽。两人相隔30米，但彼此的无形气机似乎已经相互锁定住了。看到这个身影，调查官卡希尔顿时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个高大的男人就是雷蒙身边的2大保镖之一。亚当斯，这个超级强者一出现，今天必定是可以有惊无险的顺利过关了。
岳冰凌并未看苏无忌一眼，而是盯着考克斯，缓缓向前走去，重复了一遍：“我来当人质。”显然，这个时候小玲玲彻底变成了岳处长，已经自行接管了指挥权。考克斯见到岳冰凌站出来，吼道：“不行，你算什么东西？我要的是影子。”岳冰凌的声音冷淡，没有丝毫波动。“我是影子的女人，你们拿我当人质，会让影子受到更大的痛苦。”苏无忌攥了攥拳，牙关咬得很紧。这个为了完成任务而不计代价的女人，怎么又来这一套了？还冒充自己的女人。上次在东环山的时候，岳冰凌用自己去换回叶璎珞，用的理由也是我是岳国泰的女儿。但吐槽归吐槽，苏无忌知道，没有什么能够挡住岳冰凌解救邓红宇的心。强光手电已经打在了岳冰凌的脸上，光芒刺得他睁不开眼睛。考克斯顺着光看着岳冰凌那张冷若冰霜的绝美俏脸，心中已然信了她是苏无忌的女朋友。毕竟这女人实在是太漂亮了，但凡是个正常男人都不可能放过。好，影子的女人，你过来！考克斯吼道，他的眼睛里面已经满是狰狞，显然已经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当着影子的面好好折磨这个女人。然而这时候，正和苏无忌隔空对峙的亚当斯却喊道：“考克斯，不要放了那老特工！”哪怕这样喊着，他的目光也始终落在苏无忌的身上，紧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考克斯继续吼着：“亚当斯，摆正自己的位置，我的左手都没有了，你看到了吗？你要做的是给我把影子杀了，立刻！”亚当斯并没再回答自家少爷的话，更是没有做出任何攻击动作。他依旧盯着苏无忌，全身力量涌动，眼神凝重。苏无忌的眼神透出一股危险的感觉，他看着挡在前面的亚当斯，淡淡说道：“今天你们所有人一个都活不了。”亚当斯却摇了摇头，也随之开口道：“影子，你杀了博阳，这很不简单。可现在对于你的局面很不利，我很想看看，当你的女人变成了人质，以你的超级大脑，今天究竟能做出怎样的选择来？”我的答案刚刚已经给你了。苏无忌的眼睛里积蓄着杀意，手中的紫色软剑正缓缓放着光。金奥利已经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他快走了几步，来到了岳冰凌的身边，说道：“我一定会带着人质顺利离开，你多保重。”岳冰凌看了他一眼：“谢谢。”金奥利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我可不想要口头感谢，如果以后有机会再去华夏的话，我希望你能请我吃饭。”岳冰凌的目光看着前方，说道：“让无忌请你。”金奥利的心控制不住的一颤，他从这句话里已经感受到了一种视死如归。这时候，卡希尔亲自押着邓红宇走下了平台，来到了岳冰凌的身边。看着这明显苍老的男人，岳冰凌那天鹅颈上的喉咙滚动了一下，眸光之中星光点点。纵使心中有着千言万语，但出口之后也只能化成了简单的一句：“邓叔叔，好久不见。”你是冰凌丫头，长这么大了。邓红宇认出了岳冰凌，随后摇了摇头，叹道：“你不该站出来的。”他又补充了一句：“你不该来东阳的。”邓叔叔，你曾经救过我，现在换我来救你了。岳格格的声音平静，并没有任何的惧怕和惶恐，却隐隐透着一种得偿所愿。卡希尔将岳冰凌拉了过来，然后一脚踹开了邓红宇。
后者被踹得翻滚出了好几米，然后被金奥利搀扶了起来。卡希尔一只手扣住岳冰凌的脖子，另外一只手则是握着枪，直接顶着对方的太阳穴。他喊道：这种交换确实划算。这句话显然是说给苏无忌听的。其实卡希尔虽然不赞成考克斯用这种方法逼疯苏无忌，但此刻大少爷既然下了命令，他只能尽力去执行好。自己的女人成了人质，这种局面下换做任何一个男人，怕是都得方寸大乱。哈哈哈，影子，你女人现在正在我的手上。考克斯大笑道。他笑了2声，站在了岳冰凌的面前，笑容陡然一收，表情瞬间变得狰狞了起来。影子，我现在就要当着你的面好好的折磨他，我要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考克斯已经伸出手来捏住了岳冰凌的下巴。岳冰凌此刻眼神平静，完全没有任何表情，始终盯着考克斯。不知道为什么，考克斯从岳冰凌的眼光里感受到了一股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压迫力。卡希尔说道：少爷，人质在手，我们先撤吧，让亚当斯来拖住影子。考克斯吼道：撤什么撤，我就要当着影子的面上了他的女人。说着，他仅剩的那只手已经扯住了岳冰凌的领口了。唰，紫色剑芒忽然亮起，这剑芒实在是太过于耀眼，就像是在东洋的夜空下升起了一轮紫日。天星刀法的烈阳当空被这把紫色软剑涌了出来，而之前的博洋就是死在了这一招之下。当时苏无忌还是近乎于力竭，可现在他的体力起码还有90%以上，几乎是在全盛状态。亚当斯顿时感受到了强烈的危险感，他想都没想，骤然后退，而那一轮紫色太阳则是紧逼而上，其中似乎积蓄着无穷的杀意。卡希尔即便隔着那么多米，也感觉到了无穷的心悸。他这才发现，在自己刚刚和影子战斗的时候，对方一直藏着超级杀招没有动用呢。刚刚要是这一轮紫日被苏无忌祭除，那么卡希尔可就不只是挨上一刀皮外伤了。亚当斯在空中飞退，同时挥舞长刀，妄图击溃那一轮紫色剑光。可是苏无忌也在腾空紧逼而来，压迫力极强，无数的剑芒已然当空炸开。亚当斯的身形已经被凌厉的紫芒所掩盖，根本看不清楚了。考克斯看着此景，心中开始控制不住地涌出了惶恐。他颤声吼道：混蛋影子，你女人在我手上，你居然还敢反攻，我现在就杀了他！枪，把枪给我！可是考克斯还没来得及从手下的手里拿过枪呢，岳冰凌忽然开口了。他冷冷说道：我不会成为无忌的绊脚石，与其被你杀了，不如你也跟我一起死。考克斯此时看向岳冰凌的眼神已经陡然变得惊恐了起来，因为在说话间有2枚手雷已经从他的袖间掉落至手心。话音未落，岳冰凌便已经同时拉开了2枚手雷的拉环，他随后直接扑向了考克斯，两人一起滚下了平台。在卡希尔刚刚在抓住岳冰凌的时候，并没有搜他的身，也没有控制住他的双手双脚。谁能想到这个漂亮的冰山美人儿竟是如此决然，宁死也不愿受辱，临死之前也要拉个垫背的。从手雷的拉环被拉开到爆炸，大概会有4到5秒钟的时间。
而岳冰凌此刻死死抱着考克斯扑下平台，起码已经花去了2秒钟。松开我，快松开我！两人摔落在地，考克斯连喊都喊不出来了，心中全是惶恐。他的力量明明要比岳冰凌大很多，可是此刻却完全慌了神，连一点劲儿都使不出来了。他根本理解不了，为什么这个女人可以这般不要命。调查官卡希尔本来距离考克斯就很近，这时候也跟着扑了上来，一把扯开了岳冰凌的一只手臂，可他的另外一只手仍旧抓着考克斯的肩膀，那2枚手雷就夹在2人的身体之间。这时候的岳冰凌根本没有任何害怕的表情，顶多是眉头微皱，似乎即将到来的死亡根本没有多少影响他的心情。然而这时候，一道身影宛若瞬移一般，陡然出现了岳冰凌的身边，居然是苏无忌。他在释放出烈阳当空，把亚当斯凌空逼退之后，便已经朝着这边赶过来了。急速状态下，他浑身的力量似乎都在燃烧。苏无忌从场间掠过的时候，单手抱住了岳冰凌的腰，同时紫色软剑猛然一扫，巨大的力量从剑身上涌出，那2枚手雷便被直接扫飞了出去。眨眼之间，这2枚手雷便已经远在了30米之外。轰轰轰，剧烈的爆炸声随之响起。空爆。而在爆炸处的下方，还有10几个领风组的武士，这一下全部被弹片和钢珠命中。苏无忌抱着岳冰凌往反方向急速冲出了10几米，在地上连续翻滚了好几圈，才勉强抵消了这次前冲的惯性。疯子，疯子，都是疯子！那2声爆炸着实把考克斯震惊到了。他和卡希尔双双倒地，短短几秒钟，浑身衣物已经被汗水湿透，差点都要尿裤子了。卡希尔倒是反应极快，喊道：少爷，撤，快撤！现在没有人质在手里，暗影天王的凶性和杀意已经被彻底激起来了，再不撤真的保不住性命了。卡希尔想把考克斯从地上拉起来，可是后者已然双脚发软，根本支撑不起自己的身体。就连强大的亚当斯此时也被岳冰凌的表现狠狠震了一下。他之前被那一轮耀眼的紫日逼退，还以为这是影子的超级杀招，没想到对方表面上释放出这么猛烈的攻击，居然还是佯攻，真实目的则是把那个女人救下来。也幸亏苏无忌这么做了，不然的话，考克斯也被那个女人当场炸死了。亚当斯隔着几十米看着魂不附体的考克斯，摇了摇头。他又看了看岳冰凌的方向，眼中盈盈有着一抹佩服。2秒钟后，他终于反应了过来，立刻开始寻找邓红宇的踪迹。可是后者已经被金奥利带着，快要撤出这片基地了，从亚当斯的视野里根本看不到了。该死，给我找人！亚当斯对着通讯器吼了一句，随后立刻冲到了考克斯的面前，一把揪起对方，狠狠骂了一句：只会坏事的废物！被父亲的保镖教训，考克斯却仿若没听到，他的面色仍旧苍白，嘴唇都没有半点血色，显然还没从刚刚的死亡阴影中走出来。苏无忌揪着岳冰凌的胸口，直接把对方从地上提了起来，吼道：你搞什么？你不要命了吗？岳冰凌的眼光竟是透出了一股安静感，淡淡道：谢谢。他的这种反应和那边正处于惊惶之中的考克斯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时候
中崎奈美其实也已经出现在了旁边。这位上忍的速度几乎是场间最快的，如果刚刚苏无忌不出手的话，他应该也能将岳冰凌救下来。看着岳冰凌，中崎奈美的眼睛里也有着强烈的佩服。他非常确信，换作是自己，绝对做不到这般决绝。谢你妹啊谢，我不需要你来谢我。苏无忌仍旧揪着岳冰凌，你给我好好活着，听到了吗？看着这个满脸着急的青年，岳冰凌的唇角竟是难得露出了一丝微笑的弧度，仿若雪莲轻展花瓣。你还笑？你笑个屁啊笑！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要不是这里人多，我现在就得把你按在地上打屁股，看你下次还长不长记性。他这倒不是调戏岳冰凌，实在是被气糊涂了。然而岳冰凌却来了一句：回去再说，回去再说。苏无忌愣了愣，回去说什么？难道要说怎么打屁股吗？可这时候岳格格直接捡起了吊在一旁的突击步枪，对准远处一名领风族武士开了一枪，语气平静地说道：别让他们跑了。看到这不要命的疯女人居然能立刻进入了战斗状态，苏无忌也是无语了。此时中村野树看到亚当斯去追击那名华夏老特工了，他也一挥手，带着所有领风族武士跟上。现在必须重新抓回一个人质，才能重新掌握主动权。如果早知道这个华夏女人如此决绝，当初就不该同意考克斯交换人质。金奥利，你的位置。苏无忌对着通讯器喊道：我在你的1点钟方向。金奥利一边开枪还击，一边说道：已经撤到了基地门口，我的人快死光了。外面的枪声已经重新响起来了。领风组在这一片训练基地里，起码常驻近1000人，战斗力都在水准之上。在之前的交手里，领风组大概死了上百个，可现在人数上依然占据了绝对优势。之前有苏无忌和岳冰凌吸引火力，金奥利才能带着邓红宇迅速离开。可现在情报局和领风族已经回过神来，金奥利立刻陷入了追击之中。此时金奥利正靠着门口的岗亭墙壁，子弹从他的身边嗖嗖嗖地飞过，周围都是空旷地，附近也只有这儿能作为临时掩体。然而大批的东洋武士已经朝着这边包围而来，金奥利没法露头，只要稍微露头，就肯定有一堆子弹倾泻过来。所幸的是，他带来的那几个狙击手还在，还能远程对领风组施加压力，稍微阻挡一下敌人的脚步。邓红宇也是靠着墙，他的手里面不知何时多了一把突击步枪。显然刚刚虽然在被金奥利带着逃跑，可他并没有闲着，还能抽空摸个尸。虽然看起来苍老虚弱，可是当邓红宇握住枪的那一刻，整体的气质明显有了一些变化，让人依稀看到了当年那个锐利的特工苍宇。大叔，金奥利看了邓红宇一眼，说道：您不是普通人。他这句话用的是韩语。邓红宇直接用华夏语回道：丫头，你也不是普通人。显然他也能听得懂韩语。你说咱们俩会死在这里吗？金奥利问道。纵使金奥利这边还有几个狙击手的远程攻击，可领风组在这基地里的人数实在不少，早晚得被彻底包围。然而邓红宇却说道：哪有那么容易死？是。金奥利观察了一下周边的情况，道：您对苏无忌这么信任，坚信他能破局吗？邓红宇却说出了一个让他没想到的答案：被包围了，
就直接投降，我就是这么活到现在的。这么危险的关头，金奥利直接被逗笑了。您心态真好，得向您学习。然而邓宏宇却又说道：有苏家那小子在，这群东洋小武士今天全得完蛋。而这个时候，夜空中忽然传来了巨大的轰鸣声，数架直升机已经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中，正朝着此地迅速掠近。哒哒哒哒哒，舱门机枪已经开火了。这机枪射速极快，子弹如骤雨般朝着这片基地倾泻过来。这种距离下，机枪的射击精度根本谈不上了，可却对领风组的这些武士形成了极为有效的火力压制。一时间，金奥利这边的压力骤轻。援军来了，他喊道。看来是东洋军部的特种兵。邓宏宇只是抬头看了一眼那快要飞到头顶上的直升机，便说道：是深田家族的私兵。随后直升机降低高度，数十个身影分别从各个机舱里跃下，落入园区之中。他们落下之后，纷纷拔出了背后的长刀，全力出击，对领风阻隔，杀勿论。为首的一名特种战士下达了命令。他全副武装，身材纤细高挑，护目镜的后面是一双犹如东湖碎冰般的眸子。这时候，苏无忌已经带着阅兵铃，穿过混乱的交战地，赶到了门口。他一把拉住了邓宏宇：我们离开这儿。邓宏宇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阅兵铃，真是好样的。说着，他居然举起突击步枪，转身目光一扫，抬手就是一枪。这一枪极其漂亮，一名妄图偷袭的情报局成员当场被打爆了脑袋。哪怕身体情况已经很差了，邓宏宇的嗅觉和战斗本能依然还在。可是这个时候，从前方的道路上又驶来了10几台车。车子停下之后，从里面跳下来30-40名身穿黑色战斗服的佣兵。这些人并非东方人种，而是白人和黑人。这时候，一道声音远远传来：影子前方的路已经被我堵住了，你们今天绝对走不掉。这是亚当斯的声音。显然，他在附近早就布置了一支援军。苏无忌呵呵一笑：那就试试。说罢，紫色软剑已然握在手里，剑身瞬间绷直。冰凉，你掩护邓叔叔撤退，这里交给我。苏无忌沉声说着，眼中杀意凛然。还是交给我吧，你带着弟妹先走。这时候，一道声音不知道从何方传来，传进了在场所有人的耳朵里。场间似乎变得安静了下来，那些打斗声好像都听不见了，只有哒哒哒的轻缓脚步声传来。这是一种奇怪到难以解释的意境。那一支情报局的援军率先发现了不对，他们纷纷转身，枪口对着后方的道路，扳机眼看着就要扣下。可就在这时候，一道炽烈的刀光自后方的道路凭空而生，宛若雷电炸响。这一片夜空似乎都已经被这刀光给照亮了。